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知道汉字"兆"其实是占卜的列文吗？今天我想在汉字"兆"的基础上，讲解8个常用的汉字，27个常用的词语，带着你一起区分4组意思相近、容易混淆的词语，帮助你通过逻辑和思考，更加聪明高效的学习中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了。打开你的耳朵，试试看能听懂多少。好，今天第一个最主要的汉字"兆"，"兆"是一个象形字，象形字就是像图画一样的汉字。在我的第一支视频当中，我分享了4种主要创造汉字的方法。那支视频是我整个汉字有道理整个系列的一个基础。如果大家有时间，希望你去看一看，我也会把那支视频的链接放在视频的最后。好，我们回到正题，"兆"是一个象形字，是像图画一样的汉字。大家看这个"兆"在以前的写法，像不像中间像一个长长的裂痕，两边呢像一个汉字"卜"一样小小的裂纹。所以这个"兆"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乌龟壳放在火上去烧，然后产生的裂纹。我们古代的人祖先非常迷信，喜欢占卜，他们可能是认为乌龟活的时间比较长，知道的事情比较多，所以把乌龟肚子上的壳，然后攥一攥，凿一凿，然后放到火上去烧，然后乌龟壳一受热，就会产生裂纹，然后巫师就通过观察这些裂纹来判断凶吉，就是判断好坏。有一个词叫龟兆，这个"兆"就是它本来的意思，就是指占卜时的裂纹。好，那"兆"呢，它的引申义主要是有3个。第一个是未来可能发生某种情况的信号或者提示，比如说有这几个词：吉兆就是指好兆头，凶兆就是指坏兆头。如果看不出好，也看不出坏，那就是毫无征兆。好，接下来一组词，征兆和预兆，它们意思非常相近，该怎么区分呢？征兆就是指客观存在的、有科学依据的、有事实依据的，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观察到的迹象或者提示。比如说，天空中乌云密布，风越刮越大，这是暴风雨快要来了的征兆。早上起床喉咙有点疼，然后头有点晕，这是感冒或者生病的征兆。这个呢都是有依据的，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观察到的。而预兆不一样，预兆不一定有科学依据，它是人们主观上根据习俗或者文化，主观上想象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好的事情或者坏的事情。比如说家里的镜子突然裂了，大家会觉得哇，可能要发生危险了，这是要发生危险的预兆。还有比如说中国人不太喜欢乌鸦，因为乌鸦，喜欢吃腐烂的尸体，看到乌鸦就觉得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，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所以觉得看到乌鸦就是会发生不好事情的预兆。但是这些事情呢，其实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，是人们主观上想象的。好，第二个引申义就是多和大，为什么可以引申出这样的意思呢？大家看乌龟壳上的那个裂纹，有时候是不是火一烧，那个裂纹很多啊？巫师看到了说，哇，这是一个大兆。大兆的意思就是说，可能要发生大的事情，发生大的变化，有大的转折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延伸出了多和大的意思。有一个词叫“一兆百姓”，这个"兆"就是指多和大的意思。一兆百姓就是指很多很多普通的人，很多很多普通的老百姓的意思。好，第三个引申义是国际单位，这是一个科学用语，比如说兆赫，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学到过这个词"兆赫"。好，接下来讲第二个汉字
补。补也是一个象形字，就是像图画一样的汉字。你看这个字的形状，就是烧乌龟壳以后有一个像补一样的小的裂纹。烧这个乌龟壳的时候会发出噗噗噗的声音，这就是这个汉字补的发音的来源。好，第三个汉字站，站是一个会意字，会意字就是指不同的意思汇集在一起的意思。它是一个像积木一样的组合汉字。你看这个站字，上面是一个补，表示占卜的裂纹，下面是一个口，表示嘴巴。像不像巫师在用嘴巴告诉人们占卜的结果呀？好，卜和占这两个汉字组合在一起，有一个词叫占卜。占卜呢，就是指通过某种方式推测将要发生的事情，或者是寻求对现在的状况或者未来情况的启示。比如说，古人把乌龟壳放到火上去烧，这是一种占卜的方式。西方人呢，算那个塔罗牌，那也是一种占卜的方式。接下来呢，第四个汉字到第八个汉字呢，这几个汉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它们都是形声字。形声字呢，就是一部分表示形，就是表示这个意思，这个汉字的意思；另外一部分呢，表示音，就是表示这个汉字的读音。只是这些读音呢，在以前和现在呢有一些变化，所以不是完全一样，但是大致是表示这个汉字的读音。所以形声字它也是一个组合在一起的汉字。好，第四个汉字桃，桃呢是一个木加一个兆组合在一起的组合汉字。大家只要看到木字旁的汉字，就一定要知道这个汉字一定是跟木头、树木、木制品有关的。那它的右边为什么要选择兆做它的读音呀？那么多汉字，为什么不选择别的汉字做它的读音呢？人们有很多的对这个汉字的解读，其中有一种，他说是跟桃花汛有关。什么是桃花汛呢？就是春天来了，桃花开了，呃，然后呢，冰雪融化了，水呢，河水上涨了，把附近的村庄和田地都淹没了，给人们带来了灾难。所以呢，时间久了，人们就会认为桃花开了就是要发生这个灾难的预兆，所以选择了“兆”这个字作为它右边的这个声旁，就是表示读音的部分，表示声音、表示读音的部分。好，第五个汉字跳，跳呢是一个目，就是表示眼睛的这个目加上兆组成的。大家只要看到这个目字旁，表示眼睛的这个目字旁，就要知道这个汉字一定是跟眼睛有关的。好，那右边为什么要选择兆来作为它的读音呢？大家想，兆的本意是那个乌龟壳放在火上烧以后产生的裂纹。那巫师在观察这些裂纹的时候会偏着头看，转转眼睛看，然后拿在远处看，然后呢来预测未来。预测未来就是看未来，看向更远的时间的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跳它的本意，一个是本意有斜着看的意思，但是斜着看这个意思在现在不常用了，常用的是它的引申义，就是向远处看，向远处看，预测嘛，看未来，看向更远的时间，向远处看。比如说有一组词眺望和远眺，这一组词意思很相近，怎么区分？眺望和远眺都是站在高的地方看向远处的意思，不同的是远眺是看得更远、看得更广的意思。比如说我站在山顶上眺望山脚下的村庄，这时我用眺望。如果我说我站在山顶上远眺海洋，这个就是讲更远的地方、更广的地方，看向更远更远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句子里头我用了远眺。好，第六个汉字逃，逃是一个走加上一个兆。这个走呢，因为它做了偏旁部首以后，写的形状就发生了变化。大家只要看到这个走之旁，就是走这个走的这个汉字，
做了偏旁，就一定要知道这个汉字一定是跟跑、跟步行、跟走路有关的。那它的右边为什么要选择赵作为它的读音呢？大家想，嗯，巫师在预测未来是好是坏的时候，如果是凶兆，是不好的兆头，是不是人们就要赶快的避开，赶快的逃开，赶快的逃跑呀？所以呀，这个逃的本意就是逃跑。大家想是不是遇到了坏的事情就要逃走嘛？有一组词逃离和逃脱，逃离和逃脱意思很相近，怎么区分？逃离是为了离开危险，离开危险的地方而逃跑；逃脱是成功的逃跑了，不但成功的逃跑了，而且没有被警察抓到，没有被人控制起来，这个意思。好，还有一组词，逃命和逃生怎么区分？逃命是为了保住性命而迅速的逃跑，它强调的是迅速逃跑的这个动作。而逃生呢？逃生是指成功的逃出了危险，结果是存活了下来，活了下来。它强调的是活下来的这个结果。比如说，森林着火了，为了逃命，他拼命的向山下跑去。所以呀，这个呢，它强调的就是迅速的向山下跑去的这个动作。那大火扑灭以后，他从房间里爬了出来，成功逃生。那这个逃生强调的就是它的结果，就是活了下来，存活了下来的意思。好，逃的本意是逃跑，那逃的引申义是躲开，就是逃开不愿意、不敢接触的事物的意思。比如说逃税，逃税就是不想交税而逃开而避开。逃债呢，逃债就是说不想还债而逃开而避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七个汉字跳，跳呢左边是一个足，右边是一个兆。足呢，大家只要看到有足字旁这个汉字，就一定要知道这个汉字一定是跟脚有关的。那它的右边为什么要选择兆作为它的读音？大家想，兆的本意是乌龟壳上的裂纹，占卜时的裂纹。那这个裂纹产生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种突然裂开、突然散开的那种感觉呀？所以跳这个汉字的本意其实也带有这样的意思，因为跳也是一个突然的动作，双脚离地向上扩散的感觉。你看这几个词语：跳跃、双脚离地，身体突然就跃起来了；然后跳远呢，双脚离地，突然向上跳，跳得越高越好。那跳远呢，双脚离地，突然向远处跳，然后跳得越远越好。那跳的引申义呢？第一个是越过，比如说跳级，就是越过现在的年级到更高的年级去学习。那跳槽，跳槽就是指越过现在的公司到别的公司去上班。第二个引申义是一起一伏的动的意思，比如说心跳，就是心脏一起一伏，有节奏、有规律的跳动的意思。好，第八个汉字爻，爻呢左边是一个女，右边是一个兆。大家只要看到一个汉字是女字旁，就知道这个汉字一定是跟女子有关的。它爻的本意呢，就是指美好的样子。那为什么它的右边要选择兆作为读音？为什么它有美好的这个意思呀？比如说兆呢，它的意思，引申义有征兆的意思，比如说美兆、吉兆、祥兆，这些都是好兆头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兆它也会跟美好产生联系。然后左边再加一个女，女子给人一种美好的印象，所以美好加美好组合在一起，这个爻它的本意就是美好的样子。只是这个本意呢，在现在用的词语并不多，它现在最主要是作为姓氏来使用。中国人会在一些有美好意义的汉字当中选取一些汉字来作为姓氏。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篮球运动员叫姚明，这个姚就是他的姓，姓姚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在这个汉字“赵”的基础上，
包括汉字照，一共讲解了8个常用的汉字，27个常用的词语，带着大家一起区分了4组意思相近的词语：征兆和预兆、眺望和远眺、逃离和逃脱、逃命和逃生。大家会区分了吗？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视频的最后是笔记的一个总结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。好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